越南的首都河内看上去并不发达，甚至还有点破旧，为什么它仍吸引了全世界那么多的游客？有人会认为，因为越南物价便宜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加速闯越南第10集，欢迎和我一起品尝这里惊喜不断的街头食物，探索这座千年古城独一无二的魅力。在那里喝一杯咖啡，看看那个火车跟我们贴身而过，收获前所未有的体验。胆子小的人可能要5分钟才能过去，你像越南本地人的话，他们基本上30秒就能过去了。我应该是前者。我看越南本地人过马路的时候都是一往无前的，眼睛只往前看，偶尔可能瞥一瞥周围啊。他们是好像知道这个车路过他的时候会避让他的感觉。过来了，成功了一半了。现在是下班了的高峰期吗？你看，刚才那个人他已经过去了，我还在这站着，这就是游客跟本地人的区别。看一下，哦，等了2-3分钟，终于过来了。别人真的就10秒、20秒就过来了。你看，这两边都是各具特色的一些咖啡厅啊。火车快来的时候呢，这些桌子就收起来啊。哦，看这里，天还没黑呢，灯光就亮起来了。这就是河内最有名的，不是景点，胜似景点的一个地方啊。记得在2024年年底的时候，阿树的频道订阅仍不到10万，而仅仅过去不到半年，频道现在已经成长到了15.3万的订阅者，十分感谢大家的订阅和支持。但在后台我看到，在频道所有的观众里，仅有17.9%的观众点了订阅，还有82.1%的观众没有点订阅。所以请大家帮个忙，点个免费的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到阿树的视频推送，也让我有动力、有底气挑战更难的视频选题。再次感谢大家。在阿树已发布的2个河内视频中，收到了一些越南观众的留言，或许从这些留言中，我们能了解更真实的越南，以及越南人如何理解自己的祖国，所以我想和你分享部分的这些留言。河内最有名的地方通常是一些游客常去的景点，比如老城区和法租界，这些地方代表了河内最早期的城市面貌，所以很多人会误以为整个河内还没有发展起来，街道又窄又老旧，但实际上河内真正的新面貌在城市边缘，距离老城区大约5到20公里的地方，比如 Win Home 社区、Eco Park 生态城，还有一些新的商业区，这些地方聚集了很多大型公司，能更真实地展现出河内的现代化和发展速度。还有像人力3轮车那种交通工具，其实只是为游客准备的。另一条越南语的留言这样说道：你刷到的黄建活老城区区域不止20万人民币每平米，那个地区的价格是你所说的价格的2倍。从我上中学开始，2018年以前，那里要拆迁一栋老房子，政府要赔偿
30万人民币每平方米，但有一户人家不肯搬，他要求的价格约为每平方米35万元。但政府没有同意。老城区还有黄建湖的房子都是由父亲传给儿子，或者由超级富豪和政客拥有的。如果在这里建一栋100平方米的小别墅，光是土地价格就要4000万元。您可以在路边见到那些房屋的主人，他们可能是卖冰茶的，或者是摩的司机，或者是3轮车司机本人。乍一看，他们似乎是贫穷的工薪阶层，但实际上他们是老城区数百万美元房屋的业主。一家星巴克在老巷子里一栋民宅里租了一块地，租了7年后，由于房东将租金从每月20万元涨到了每月22万元，不得不停止租赁，足以让你看到老城区房地产租金的夸张。河内老城区的房屋破败不堪，不是因为贫穷，而是因为它们是国家文物，不允许改建或拆除，必须保持原状。我觉得最好笑的是，中国的年轻人来拍老城区，很多的老城区，然后说这里很贫穷，是贫民窟。你知道吗？你说的那些穷地方，他们只要卖掉一个门厅或者厕所，就能买下你在中国的房子。还有第3条留言。他说，河内是一座历史名城，古城区是为了保存历史，而不是为了发展现代化。这里应该是河内的一个市政机构吧，上面写着50周年。我打了一辆 Grab。这是在越南第一次打摩的啊，我们体验一下，在这个车来车往飞驰的一个马路上啊，坐摩托车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发现啊，这些摩的也是挺不容易的，这么远，它在这个位置都接，等于说它骑到我的位置都要接近8分钟啊，6分钟吧。你看那些女孩穿着越南的这个军人的服装啊。这个军绿色，他已经骑了3分钟了，还有3分钟才到。司机给我发了一条讯息，说我来了，是用越南语的，然后我可以跟他沟通啊。这个软件带翻译的，那个司机小哥在前面啊，你看他是怎么穿越这个来往的车流，跨到对面来的，这个需要勇气的。来了，啊，vé 1 mét nha.赶乡线直接占用对向车道，我都惊呆了。
在是回到这个青旅了，我感触挺深的。你看啊，这个小哥，哇天啊，就挣16000，16000也就是5块钱左右啊！我的天啊！然后你知道他开了还挺远的，就是你看穿越了好多的车流，一路上有一点点惊心动魄。而且我感觉这些摩的师傅吧，都是这个挣的真的是血汗钱啊，用命换来的这个微薄的薪水啊！我看这里有一个2层的一个楼子啊，日照月林。虽然河内呢，这个有时候会觉得有点旧旧的整个老城区啊，但是这种看上去比较高档的酒店的话呢，装饰比较高档的酒店呢还是比较多见的。你像这边啊，那种几千块钱一晚的酒店还是很多的。虽然河内收入或者说平均工资不是特别高啊，可能2-3千、3-4千，但是这边这个吃住并没有特别的便宜。这些楼房我觉得审美很不错。这个离环建湖并不远啊，大概1公里左右。现在是越南时间啊，越南时间比北京时间，也就东八区的时间要晚1个小时。越南是采用东七区的时间的。慢慢拉远，看看人与教堂的这个透视的关系，我们就能知道它这座教堂有多高。你看它这个教堂的一个特别之处是，它不是在一片很开阔的一个这个平地上，它是在一片这个拥挤的闹市区里面凭空而起啊。然后所以呢，你突然之间映入你眼帘的时候，你会被它的这种跟周围建筑的差别感给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啊。这个叫 City Tour 的专线车啊，也开到教堂前面啊，但是感觉就转瞬就开过去了哈，还没看清晰吧，一些游客。你看河内这个城市真的很有松弛感啊，像它这里这种数一数二的旅游景点，你看这些摩托车的反正它就放这了，不拘一格啊。你像在国内的话，不可能这么随意的，一定是。现在我也开始摆造型了，开始凹造型了。这是河内老城的酒吧街附近啊，在这里先吃个晚餐啊。我感觉这个欧美游客好多，刚才我走一路过来，店里面有这个神龛啊，就是经常让我感觉挺中国的哈。游客聚集的酒吧街啊，性价比确实挺一般的。你像这个8万的越南盾，也就是24块钱，这里共66元人民币啊，这个是42块钱。
这个是烤鸡翅吧，配了一点这个蘸酱。这牛肉煮得太老了，有点硬。旁边的韩国的、越南的、欧美的各个地方的人都有。这个酸甜酱没有辣，外焦里嫩，不错。我在这吃了有20多分钟吧，我就看着车外面车来车往的。哎，我突然想到，怎么一辆中国车都没见到啊？最多见就日本车，偶尔呢也能看到韩国车。这个是河内老城的一个酒吧街啊，吃完饭了来这里散散步。Thank you. 这是酒吧街就走完了吗？哦，在这看到一家粤东会馆啊。这瓶西贡啤酒4块5。西贡呢是旧时胡志明市的一个旧称啊，而今天成了越南的相当于中国的上海啊，经济中心、金融中心，最现代化的城市。换了一个青旅啊，也是6人间。这个室内室外温差太大了，这个里面空调很舒服。这个是洗浴间，干湿分离的。这个价格是上一个青旅的1半都不到。重点是还有早餐，我挺想知道明天的早餐是什么样子的。生菜、黄瓜、西红、小番茄、菠萝、包菜、沙拉、面包、冰块、柠檬水。Tea coffee， 现在烤了2个面包，一个美女拿走了，我又烤了一遍。难怪有人说这个光吃自助早餐都吃回本了。你能想象吗？住39块钱的青旅居然有自助早餐，我的天啊！看世界的门票真的不贵，朋友们。这个面包烤了以后很不错。在那里的话，有咖啡，有茶。有炼乳，有白砂糖，还有牛奶、柠檬水、冰块，所以我自己给自己泡了一杯卡布奇诺。这个是像是春卷啊，油炸过的。哇，我的天啊，这网速也太快了吧！上传6个多 G 的一个视频啊，只需要10分钟左右。吃个午饭啊，今天早上一直在青旅剪视频啊，中午才出来，现在已经快13点了。看这个很有人气啊，应该味道不错吧。这一份还挺丰盛的哈，荤素搭配。问了一下，这个是沙姜跟鱼露，
他给我拧了2个小柠檬进去啊。然后这是豆腐，刚才油炸看到了哈，这米线很软的，很糯的。这个就是各种猪杂还是什么的，这个是油煎过的，很脆的。猪肉就是白切的感觉啊。这些是猪内脏还是什么的，这个有点像国内的这个血肠啊。这里有一些这个紫苏啊、黄瓜呀，然后这里有一杯这个冰茶，这个冰茶是大概是1.5块。这里的话就是24块钱，因为可能生意太好了，没来得及打扫啊什么的。我是今天早上在青旅里面吃了那个早餐啊，所以天啊，39块钱居然有那么好的早餐吃。这个是红辣椒啊，这个挺辣的。先试一下这个豆腐吧。这个酱真的好吃，特别好吃这个。它有点像那个云南建水那边的那个烤豆腐，但是呢，它这个配的这个酱料吃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味道，外焦里嫩。这个酱料呢，主要是以甜为主，稍微带一点咸甜口味。来一根黄瓜解腻，这个米线蘸一下，这个米线是一个块状的，我不喜欢蘸太多。这米线特别滑口 ，OK， 试一下这个。不错，好吃的。灵魂酱料，再搅拌一下辣椒、小柠檬。这个很特别啊，它里面不是糯米，它里面好像是肉末。我第一次吃这个油炸的。这肥肠。这边生菜大部分时候都是生吃的。我基本每次吃这个越南餐都是剩好多蔬菜的。我看他们本地人也是这样的哈，也是其他都吃完了，就剩这个黄瓜、紫苏、薄荷没吃。蜜雪国际啊，开到了越南。这杯芒果大概9块钱。这个是虾仁酱啊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干蒜，OK， 谢谢。干冒，还要给我捞了一个是鸡血嘛，越南的鸡粥都是去骨头的哈。这个是紫苏吧啊，一些蔬菜切成碎丝的，然后放在底下。我以为这个是白砂糖的，这可能是味精啊。中国啊，试一下这个越南鸡肉。越南鸡粥，这个鸡肉有一股清甜的气味，
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果山鸡的原因啊？而且它的皮特别有韧劲，好吃。不错，这个粥。这个是那个干葱啊，这个粥挺清淡的，胡椒粉嘛，加了以后这个口感更给力了。这碗粥，4万越南盾，也就是12块钱。我的青旅就在这附近啊，每天我都路过这里。然后我这是这3天第一次看到这个粤东会馆开门啊，反倒是白天不开业，晚上开门。然后里面展示很多的越南最有名的美食，一是春卷，2是法棍，3是越南鸡粉、牛肉粉啊，就差这个没吃过了。就是一个越南面包，里面加了各种的配料，这个烤肉，然后黄瓜、西红柿、土。沙拉酱、番茄酱、土豆片。生菜30K 大概9块钱一个。味道很不错，放了很多那个配菜嘛，所以咬下去的话口感特别丰富。How long do you do massage？ 我可以请问您几个问题吗？我想更多了解越南年轻人的想法。这种松弛感啊，太舒服了。bóng tối núi rừng